一架造价超过1400万美元的俄军主力武装直升机被一架500美元的4轴无人机撞掉尾巴，摔在地上，烧成一团火球。这不是电影情节，这是2025年9月在顿涅茨克真实发生的一幕。那架直升机叫米尔巴恩暗夜猎手，俄罗斯人管它叫飞行坦克，全身披甲，火力凶猛，夜战能力号称独步天下。可就是这么个空中堡垒，愣是被一个小作坊都能传出来的无人机一发送走。这到底是米尔巴太菜，还是现代战场已经容不下武装直升机了？今天咱们就来拆解一下这架俄制夜战王牌，看看它到底为什么在乌克兰战场上摔得这么惨，跟美军的阿帕奇比差距到底有多大。要说米尔巴恩，得先聊聊它的诞生背景。1980年代，苏联人发现自己的米24思路太老了，那玩意儿在阿富汗被游击队打得满头包。于是米里设计局接了个新任务，搞一款全新的专用武装直升机，不要客串运输的，就要纯粹的火力平台。这一搞就是快20年。1998年，第一架米28A 下线，但随之而来的便是苏联解体，几乎所有的项目都停了，也没人有钱接这个盘。直到2000年代，俄罗斯从苏联解体的余波中缓过气来，为了重振俄罗斯军工，捡起这个项目，目标很明确，打造一款能跟美军阿帕奇正面硬刚的重型武装直升机。2009年，米里设计局开始研制米28N 的深度改进型米28NM。2020年底前，第一批量产型交付俄军。2016年又在叙利亚进行实战测试，表现据说不错。于是俄国防部在2019年拍板，2027年前追加采购98架，听上去很强，对不对？从数据上看，它似乎真的能与阿帕奇进行抗衡。根据公开资料，米28N 主旋翼直径 17.2 米，机长 17.05 米，作战半径500公里，实用升限5600米。最新型号米28NM 换装了 VK2500 匹发动机，最大平飞速度达到324公里每小时，相比早期型号提升约 13%， 最大起飞重量约 12.1 吨。火力配置方面，一门30毫米214耳机炮，翼下4个挂架，最多可携带16枚反坦克导弹或者80枚80毫米火箭弹，甚至能挂空对空导弹进行自卫。防护方面，驾驶舱和发动机舱外覆盖装甲，座舱使用钛合金和陶瓷装甲，能扛住 12.7 毫米弹药直射，机身关键部位甚至能硬扛20毫米炮弹碎片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一辆空中坦克？装甲厚实，火力凶猛，数据很美丽，但它有个致命问题，这些数据大多数是纸面上的。米28最核心的卖点是它的夜战能力，暗夜猎手这个绰号不是白叫的，它配备了先进的热成像仪和激光瞄准系统，搭配头盔瞄准具，飞行员看哪儿就能打哪儿。在漆黑的午夜或者沙尘暴天气下，普通直升机基本抓瞎，但米28N 依然能通过热成像锁定目标。旋翼顶端装了一部 N025 型毫米波雷达，对空中目标探测距离100公里，对地面目标20公里，能同时跟踪4个目标。座舱下方还有 OPS28 光电转塔，里面塞了可见光和红外传感器。这一套传感器组合拳放在10年前确实算得上先进，但问题在于战场不是技术参数的堆积场。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，俄罗斯武装直升机部队的损失有多惨重？咱们来看看数据。根据开源情报机构 Orex 的统计，截至目前，俄军损失的卡52已经超过66架，米28系列的损失也达到19架，整个俄军损失的各类武装直升机超过120架。120架是什么概念？俄罗斯一年都造不出这么多新飞机，而且这些损失的方式一个比一个离谱。2025年9月，一架米28N 在顿涅茨克地区执行侦察任务时，被一架 FPV 无人机从后方接近，精准击中了尾桨，整架直升机在空中打转，直接摔到地上。这架 FPV 无人机多少钱？据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据，大约5000英镑，不到5000人民币。而那架米28N 造价超过1400万美元，差了将近3万倍。一架价值1400万美元的重型武装直升机，被一台几百美元的4轴飞行器送走了。这种以小博大的降维打击还不是个例。2026年3月，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，又一架卡52被乌克兰 FPV 无人机击落，2名飞行员被迫迫降，随后被追击的无人机直接带走。仅仅24小时之后，俄军又损失了一架卡52，一架被击落，飞行员当场死亡，2天之内2架。这就是俄罗斯空军在2026年春天的真实表现。有的观众可能会好奇，米28N不是号称全身装甲吗？
无人机那种小炸弹怎么打得穿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也揭示了米 -28N 美丽数据背后的弱点。米 -28N 的装甲确实厚，座舱能扛 12.7 毫米穿甲弹，关键部位甚至能硬扛20毫米炮弹碎片。但 FPV 无人机打的是哪里？尾桨。尾桨是直升机最脆弱的地方之一，没有装甲，没有任何防护，一根碳纤维杆子加2片桨叶，几百美元的无人机撞上去，尾桨断了，直升机就彻底失去控制。假设米 -28N 真的加装了尾桨防护装甲会怎样？那又会牺牲多少速度和载弹量？这就是米 -28N 的设计死穴，正面防护做得像坦克，但致命弱点跟所有传统直升机一样，又脆又暴露。咱们做个假设，如果这架米 -28N 面对的是一辆 T-72 坦克，那输的肯定是坦克。16枚反坦克导弹的配置，5公里外就能把坦克炸成零件，但战场上没有坦克主动找直升机单挑，打米 -28N 的是单兵导弹和 FPV 无人机，根本就不给他发挥的空间。聊完米 -28N 的实战表现，咱们不得不拿它跟美军的 AH-64 阿帕奇比一比。毕竟米-28当年立项的时候，假想敌就是阿帕奇。阿帕奇1975年首飞，1986年服役，到现在快40年了，比米-28还老。但它至今依然是全世界武装直升机综合排行榜第1名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人的思路跟俄罗斯完全不同。俄罗斯的思路是做加法，加装甲，加火力，加发动机功率。米-28能带16枚导弹，阿帕奇也是16枚地狱火，火力相当。但阿帕奇是 AH-64E 最新型号，换装了新一代发射后锁定系统，飞行员不需要持续照射目标，导弹发射后自己飞，人可以立即转移，这是米 -28N 做不到的。而且阿帕奇还配备了毫米波雷达制导的长弓地狱火，可以在恶劣天气下全天候作战。米 -28N 的毫米波雷达主要用来探测和跟踪，制导还得靠激光或无线电指令。在防护方面，阿帕奇的思路不是硬扛，是让你打不着。AH-64E 装备了红外抑制系统，发动机尾焰温度大幅降低，肩扛式导弹想锁定它难上加难。而米 -28N 呢？2025年7月，英国测试了新型红外抑制系统，俄罗斯还在用老办法撒红外诱饵弹，听天由命。更关键的是生存力设计，阿帕奇的机身关键部位有冗余液压系统，即使尾梁被高射炮打穿，拖着裸露的线缆也能坚持返航。一架在波黑被击伤的阿帕奇，凭借这套系统硬是飞回了基地。米 -28N 的设计理念还是苏联那套，皮厚抗揍，但一旦被打穿关键部位，那可神仙难救了。乌克兰战场上那架米 -28N 尾桨被无人机撞断之后，没有任何自救的可能，直接倒栽葱砸在地上，这就是代差。你还在比谁装甲厚，人家已经在研究怎么不让你打中了。聊完了直升机本身，咱们得往深处看一看。米 -28N 在乌克兰打得这么惨，不仅仅是飞机的问题，是整个俄军体系的崩塌。俄乌战争爆发至今，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损不仅仅体现在直升机上，固定翼战机方面，苏34和苏35等主力机型损失了数十架，甚至连图160这种战略轰炸机都只能在远离前线的空域发射巡航导弹，根本不敢靠近乌克兰领空。而米 -28N 最致命的软肋是它的维捷布斯克机载防护系统，这套系统由雷达告警接收机、紫外导弹传感器和红外干扰弹发射器组成，理论上能对付肩扛式防空导弹。但问题在于，据俄罗斯军事博主爆料，这套系统跟米 -28N 自身的电子设备存在电磁兼容性问题，经常自己干扰自己，该报警的时候不报警，不该报警的时候瞎报警。2026年4月，俄罗斯国防部宣布，陆军航空兵正在接收现代化升级的 K-2M 和米 -28NI 直升机，听着像是好消息，但仔细一想就明白了，这说明老型号的米 -28N 已经不够用了，打不过了，赶紧升级，赶紧换。可换个雷达，换个发动机，能解决根本问题吗？被一架500美元的 FPV 无人机击落，这跟雷达好不好，跟发动机功率大不大没有任何关系。问题出在战术层面，出在体系层面。俄军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无人机对抗体系，低空巡逻、侦察、掩护靠的全是直升机自己在扛，没有任何无人机给他当眼睛，没有任何电子战飞机给他清空前方的威胁。反观美军，2025年已经完成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的实际测试，战斗机带着无人机，武装直升机也带着无人机，有人机在后面指挥，无人机在前面当炮灰。
米尔巴恩在乌克兰飞的是什么？自己飞进去，自己找目标，自己打，自己扛导弹，自己躲无人机，一架1400万美元的重型直升机，不管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。明明无人机都能干的脏活累活，他只能自己去干。为什么？因为俄罗斯到现在都没有像样的无人机系统可以用。在美国凭借科技技术的优势，运用无人机战术和反无人机手段做对抗的时候，普京还用着苏联时期的老思想，想要去应对信息化战争，让自己的驾驶员冒着生命危险去和廉价的无人机硬碰硬。这不光是技术上的缺失，也是战略上的傲慢。就算是最顶尖的驾驶员，也没办法保证零失误面对蜂拥而至的无人机群。技术上的差距只能用以驾驶员的生命为代价换，米尔巴恩被打下来也只是时间问题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米尔巴恩暗夜猎手到底是不是一架好飞机？从纸面数据看，它确实是一款先进的重型武装直升机，火力猛，装甲厚，夜战能力强，拥有优秀的驾驶员辅助功能。但问题是，现代战争格局已经变了，它不是两伙人拿着火枪对射的旧时代了，比的是战术体系的全面对抗，比的是田忌赛马的成本控制，比的是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技术。你一架米尔巴恩飞1个小时，油钱加维护加折旧，几万美元没了。人家一架 FPV 无人机，几百美元的小玩具，随时都可以从地面起飞，用先进的锁定技术找到你，直接撞到你脸上，打爆你脆弱的尾桨，全程不超过半小时。你花几万美元才能买1个小时的飞行时间，人家花几百美元就可以买你的命。我们都知道培养一个王牌驾驶员需要多大的成本和时间，这笔账不管怎么算怎么亏。更惨的是，俄罗斯根本造不出足够的新飞机来填补损失，米尔巴 NM 的生产线还在慢吞吞的跑，每年的产量极其有限。俄国方部签的合同是2027年前交付98架，平均一年也就10几20架的产出。反观美军的 AH-64E 正在全球热销，2025年光是给波兰生产的96架的合同就价值47亿美元，这就是差距。你一年才能凑10几架交货，上了战场就被几百美元的无人机追着走，人家一年造上百架跟玩一样，还在持续升级，持续卖钱。2026年4月，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再次在克里米亚击毁一架俄军米28，连同米26和米8一起，这一回甚至都没起飞，就在老家停机坪上躺着呢，就被无人机当场端了老窝。这一回不光是飞到天上被追着打，停在地面上都被当靶子炸了。米尔巴恩还能去哪儿躲着？有的支持者会说，米尔巴恩的时代还没结束，他还能在叙利亚打反政府武装，还能在非洲帮瓦格纳清剿游击队。这话听着怎么越听越想笑，就像是在说一个过气的拳王只能去小县城打表演赛，这才刚问世多久就混成这样了，再过2年是不是就要放进博物馆当摆件了？一款真正的王牌武器应该在最强的对手面前证明自己，而不是去欺负那些连单兵导弹都凑不齐的武装力量，欺负那些穷乡僻壤的土著。乌克兰战场上那架被 FPV 无人机击落的米尔巴恩，那个曾经被俄罗斯人寄予厚望的暗夜猎手，最终被一架几百美元的无人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击穿自尊，撕下了所有的光环，倒在顿涅茨克的田野，连带着他那不存在的荣耀一同生锈。这就是本期关于米尔巴恩暗夜猎手武装直升机的硬核分析。各位观众朋友们觉得，一架造价1400万美元的重型武直被500美元的无人机打下来，这到底是直升机的错，还是现代战争规则已经彻底改变了？如果你是指挥官，你会怎么拯救米尔巴恩？是加装更厚的装甲，还是给他配上无人机小弟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期硬核科普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收藏、转发。咱们下期再见。